碧清姐姐，叶锦姑娘，贵妃娘娘有请。好。这些金饰头面都是贵妃娘娘赏你的。奴婢谢谢贵妃娘娘厚爱，只是奴婢惶恐，无功不能受禄。既绝无功，那眼下本宫就给你个立功的机会。不知娘娘有何事差遣？太后寿辰就快到了，届时必定宴请后宫众妃嫔。你掌管慈宁宫膳房，方便接近膳食。到时把这包药加进端妃的饮食中。奴婢不敢，娘娘饶命！怕什么？哼，此物名为青藤草，不过只是泻药。谁让她怀了孕还不安分，处处与娘娘作对。娘娘不过是想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。只要你处理得当，没有人敢质疑太后宫里的饭菜有问题，更不会有人怀疑到你。可是娘娘，我这点小忙都不愿意帮，莫非你对娘娘所表的忠心都是敷衍不成？本宫向来赏罚分明，此事若办成了，本宫还有重赏；若办不成，本宫有的是法子，让你永远消失在后宫。剧情已经失控了，我要是再想不出办法破局，我就玩脱相。玉见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？你脸色如此难看。哎呀，贵妃娘娘刚才赏了我特别多珠宝首饰。她要你做什么？她想让我在太后寿宴上给端妃下药。下药？下什么药？她说是泻药，只是让端妃闹肚子，不会致命。端妃现在怀着龙嗣，毒害皇子，可是重罪。稍有闪失，别说是你我，就算是额娘，也难辞其咎。你答应他了吗？他威胁我，他让我在后宫消失，所以我……你过来。这件事情交给本王，你放心。只要有本王在，就不会让你消失。这碾碎一点啊。去取些枸杞，这个汤色不够，2毫就够了。啊，是。恭祝太后福寿安康。都落座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儿臣恭祝母后，祝母后福寿与天齐。母后，一会儿可以尝尝这个，这个是从苏杭进贡上来的。臣妾祝太后福泽安康，绵延千岁。兰贵妃有心了。谢太后。祝母后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你的腿还没有大好，万万不可喝酒。14弟，好生休养。母后，无碍。
太后娘娘，臣妾以茶代酒，祝太后娘娘生辰极乐，寿比南山。要好好安胎。谢太后娘娘。您尝尝这个。皇上，你也尝尝。娘娘，疼！娘娘，好疼，好疼！娘娘，腹痛，快传太医！快，传太医！回皇上太后，贵妃娘娘腹痛，乃误服青藤草所致。此草虽非剧毒，但遇热时隐隐剧痛，若量再加大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青藤草是何物？青藤草乃西域异物，极为罕见。宫宴之中怎会出现此物？皇上，有人要毒害臣妾，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。皇上，来人，将今日小厨房所有人都带下去审问，并彻查今日负责上菜的工人。太后，皇上，你们一定要给臣妾做主。这又是怎么了？这毒汤并非是冲着兰贵妃来的，而是给臣妾的。你把话说清楚。兰贵妃腹痛，臣妾才后知后觉发现汤有问题，于是派人去小厨房调查，没想到臣妾的汤和兰贵妃的汤半道被人调换了。若非如此，躺在榻上的可是臣妾。来人，今日给端妃传菜的宫女是谁？带上来。带上来。你便是今日传汤之人，说，为何要调换汤盏？太后饶命，奴婢调换汤盏，是因为奴婢不想死。是兰贵妃宫里的婢妾，她还以奴婢全家的性命相逼，要我在端妃娘娘的汤里下药。奴婢怕事败牵连，于是偷偷换掉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从未胁迫她，更未指使她下毒。混账！宫宴动毒，岂是你一句冤枉可以了事？把这2个奴婢带下去，好生审问。娘娘，娘娘救我！娘娘，娘娘！人证物证俱在，婢妾又出自你的宫中，此事你如何解释？皇上，臣妾是被人栽赃陷害的。贵妃宫人毒害妃嫔，实属大逆不道，私邪，传朕口谕，贵妃管束失责，即刻褫夺封号。皇上，降贵妃为妃，夺去6宫协理之权。奴才领旨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是被人冤枉的。海峡的寿宴，被你们搅得这般模样，这后宫确实是该整肃了。皇上，皇上！你个贱婢，竟敢背主翻供！当初不是他哭着求碧青出头，替他家人解困，如今竟敢反咬一口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娘娘息怒，这件事牵连太多，稍有不慎便是满宫风雨。奴婢以为皇上如今只降娘娘为妃，未曾再追责，已是顾全旧情。顾全旧情？
他若真有情，又怎会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这般羞辱本宫？可娘娘到底还在妃位之上，只要娘娘沉住气，很快便能东山再起。哼，东山再起，也得先熬过这口气。碧清忠心，一人将所有罪责都承担了下来。可他知道本宫诸多秘密，留他在慎刑司，只怕会夜长梦多，再生知己。奴婢明白，奴婢会让他好好的离开。皇上今日辛劳过甚，奴才瞧着此处风光甚好，不如皇上移步庭中歇息片刻。此处风光确实不错，在此晌午，想来别有风味。皇上您忘了，萧贵人她……皇上，不如咱们传南府教坊的舞技。皇上，这不是奴才安排的。这舞技看着也不像是南府的人，虽然武艺是生疏了些，但是颇有几分灵动之气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昨夜侍寝，滋味如何？本宫费尽心机把你从冷宫捞出来，送到皇上面前。如今你一夕被封为答应，也算一步登天了。贵妃娘娘提携之恩，云溪永世难忘。起来吧，既随了心愿，以后就好好替本宫做事。本宫不会亏待你的。是。西姬丸，每日定量服用，可保肌肤雪白，容光焕发。若不是服用它会妨碍生育，本宫都想试试。西答应。为了邀宠而牺牲生育能力，你不会怨恨本宫吧？这是臣妾自己的选择。贵妃娘娘一入宫，便获圣宠，从未尝过被皇上忽视的滋味。若是连邀宠都不能，甚至连皇上的面都见不到，那即便有生育能力，又能如何呢？你倒是有魄力，好好施展你的能力吧。本宫静待佳音。恭送贵妃娘娘。怎么，老朋友见面不叙叙旧？你我之间又有何旧可叙？是吗？大胆！
你敢摔坏皇上御赐的扇子，现在马上下跪道歉，或许我会饶恕你。这分明是你自己摔坏的。你们都看见了，刚才是谁摔坏了扇子？自然是萧贵人。六妹，我如今容貌尽毁，早已无法与你争宠，你为何还要落井下石？我齐家柳眉，出身八旗，天生金枝玉叶。你呢？不过是个汉军旗出身的庶出女子，也敢妄想与我比肩？仗着几分姿色，狐媚得宠，终究不过镜花水月。如今毁了容，连条出路都没有了，真是可怜又可笑。不就是嫉妒人家比你貌美吗？柳常在，这心里可真阴暗呢。哪里来的低贱宫女，敢在本宫面前出言不逊？来人，掌嘴！我是慈宁宫正六品的女医，要想掌嘴，还轮不到小主。小主，他是太后赐给十四爷的人，不过是个庸脂俗粉，替十四爷提鞋都不配，连个名分都没有，还想狐假虎威。我今儿就是要打你，谁能奈何我？打！住手！叶瑾是本王的侧福晋，就算犯了错，也轮不到你来教训。皇上，臣妾只是在开玩笑。四喜，奴才在。齐家是行为失仪，德行有亏，着急降为答应，迁出咸福宫，移居冷香院佛堂，闭门思过。奴才领旨。侧福晋，此乃臣弟所想，还并未知会皇额娘。十四弟可真是个情种，放着高门贵女不要，却和一个奴婢牵扯不清。你可知，皇额娘执意要你娶佟家宝珠的深意？臣弟自是知晓，但臣弟以为是皇额娘多虑了。额娘一腔慈母之心，都尽数给了你。有时候，朕真的很羡慕。罢了，既然你喜欢这个奴婢，朕作为你的兄长，成全你也不是什么难事。但是你要明白，你若真的纳了这个奴婢出身的女子为侧福晋，那位威武将军可未必会把女儿嫁与你。少了一个得力的岳家，你将来不要后悔才好。多谢皇上成全，此乃皇帝本心，绝不后悔。既然你情我愿，朕便成全你们。宫女叶瑾，赐婚14王爷，封侧福晋，则良辰吉日完婚。谢皇上。恭送皇上。什么你情我愿，我根本就没答应啊！这不是权宜之计吗？权宜之计，皇上都下旨赐婚了，难不成还能反悔啊？你若执意不愿，那日后我就自然再想法子。但眼下局势未定，你有我之庇护，总好过你一人在这后宫中任人宰割，对吧？给太后娘娘请安。快坐吧。谢太后娘娘。听闻出宫采买的太监说，宫外出现了天花，说是有难民入京，把天花病例带入了京城。如今整个京城人心惶惶，太后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如今是你在执掌后宫，你说如何是好？不如，请太后带着皇上移驾行宫避斗。哀家带着皇上走了，
你们这些后宫的嫔妃呢？我们坚守。好了，别以为哀家看不出你的小心思。京中这些传言，哀家也有听过，但传言毕竟是传言，未经证实，当不得真。若是一有风吹草动，便躲到行宫去，皇上还有什么威严？可若是真的呢？若是真的，再到行宫避也不迟。可如今，宫里流言迭起，人心不稳啊！既知是流言，就不该让它传播，这是你治宫不严之过。传哀家懿旨，即日起，皇城加强宫禁，严查出入人员，有异样者第一时间上报，并采取隔离措施。是，太后娘娘。王爷，王爷，最近没事儿，您就在宫中休养，不要总出去了。今日你比往常回来的晚，是出了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出去办事，发现宫禁严格了很多，巡逻的禁军也比过去多了很多倍。我打听了一下，说是京城有人得天花了。这种流言啊，每几年都会有一次，若无实据，不必可信。但这次可能是真的。宫莲怎么了？真儿，拿镜子来。娘娘，快点，拿镜子过来。怎么会？本宫脸上怎么会长这么多？奴婢这就去劝太医。站住！不能劝太医。可是娘娘，宫里尚未有天花病例，若本宫是第一个感染上的，到时候宫里疫情传开，本宫在皇上眼里就是罪人了。本宫不能是第一个。可是病拖不得。娘娘，您现在不是一个人，您得为您肚子里的皇子考虑啊。本宫正是为肚子里的皇子着想。此病根本无药可医，能不能活，全靠天命。若天命好，我们都能活；若天命不好，一尸两命。我和皇儿都活不成。事到如今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好珍儿，一会儿去拿脂粉，替我掩盖一下。此事定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。然后你去府里给额娘和阿玛传信，让他们去民间寻些药回来。此病民间多发，宫里的药未必比得上民间的药。快去！是。端妃宫里可有动静呢？目前看来一切如常。
不应该呀。给娘娘请安。免了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什么事慌成这样？是端妃，她的贴身宫女真儿回宫，身上带的药材被门口的侍卫截获，有经验的侍卫认出，这药材是治疗天花的药材。娘娘，如今连端妃都染病了，那岂不是这宫里都不安全了？娘娘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问朕怎么办？身为内侍总管，宫里出了天花竟一无所知，朕治你一个失察之罪也不为过。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传旨旨意，即刻封宫，召太医紧急会诊，所有与端妃接触过的妃嫔宫人，一律就地封宫隔离。奴才领旨。封门。娘娘，不好了，咱们宫被封起来了。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本宫住手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本宫！本宫要见皇上，本宫要见太后娘娘！开门！给我开门！开门！开门！皇儿，额娘对不起你，为何会染上天花？额娘为了养胎，哪儿也没去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何会这样？给娘娘请安。今年的新料子不是已经送过来了吗？怎么又有这么多？这是今年的贡品，这料子不禁放，皇上让送到后宫分给各位娘娘。奴才第一个就给端妃娘娘您这边送过来了。本宫看这料子柔软华贵，适合做寝衣。珍儿，你去给本宫做几件寝衣吧。是。布料，是布料有问题。那五府的太监为何要害本宫？是他，掌管宫里多年，一定是他指使人干的，一定是他。我要去揭发他。兰妃娘娘，是兰妃。皇上，最近为时意烦忧，也莫要太过操劳，伤了身子。额娘不用担心，朕已命太医院全力去医治，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。那便好。禀皇上，太后，端妃娘娘一直不肯封禁于宫中，还因此大闹了一场。据说……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说。奴才不敢说。端妃娘娘说她感染天花乃是兰妃设局，还因此一直咒骂兰妃娘娘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争风吃醋，简直荒谬。这孩子，平日里看着温顺，怎遇大事便没了分寸。10亿议员尚未查清，人心惶惶，他此时喧哗造势，岂不乱了人心？太后，兰妃求见。
这个节骨眼儿，他不在自己宫里好好待着，来见哀家做什么？他说是关于天花一事。罢了，让他进来吧，看看他这次折腾什么幺蛾子。臣妾叩见皇上、太后娘娘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你来慈宁宫所为何事？回皇上，臣妾自京中出现天花病例，心中便一直忧虑不安，特让父兄在民间四处搜罗药方，虽未能找到治疗天花之药，但倒寻来一古方，能够预防疾病，或可暂缓扩散。臣妾斗胆，愿将此方献给皇上。南妃心怀社稷，体恤众人，实属难得。端妃身染疫疾，又怀有身孕，如今正处风头浪尖，六宫事务不可一日无主。朕欲晋你为贵妃，由你暂理六宫之事，你可愿担此责？臣妾惶恐，唯愿以绵薄之力为皇上分忧。皇额娘意下如何？皇上既心意已决，还问哀家做什么？滚！都给我滚出去！走。怎么了这是？14爷在小说里出场不多，天花事件从头到尾没有出现，没想到竟波及到了他。别过来！我看看，福公公猜的没错，果然还是中招了。既已知道，还不离本王远一点。你我日日相处，现在说远离是不是太迟了？太后，不好了！什么事慌慌张张？14爷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14爷也感染了痘疹。什么？现在什么情况了？14爷那边的住所已经封宫，所有接触过14爷的奴才也全部强制隔离了。是叶瑾姑娘下的命令。如今叶瑾姑娘正留在14爷身边，亲自照料王爷。叶瑾做得好啊！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让天花扩散。叶瑾会医术，14那边有叶瑾照顾，哀家放心。传哀家懿旨，让太医们全部进宫。是。萧贵人有心了，王爷，今天你有口福啦。王爷，王爷，怎么这么烫？福公公，举盆冷水过来。这，王爷，受不了。好，我知道，坚持一下。福公公，抓住王爷的手。哎，坚持一下，王爷。哎，王爷，
痒。王爷得罪了，去取根绳子过来。这痒。抓着王爷手。不行，还是得去太医院，再去取一个止痒的方子。别走，留下来陪本王说说话。说什么？就说你家乡的故事。我的家乡，我的家乡无趣的很。那就说你家乡的那个男朋友。王爷还记得这个人呐？好，也不是不能说，他叫安景瑜，而且模样呢是1等1的俊朗潇洒。就这样，他一炮而红，靠最后一场演唱会奠定了他第1乐师的位置。他从无名小卒变成了第1乐师的故事，确实很厉害。但是你说他出名靠团宗，其他靠音宗是什么意思？这些话本王都听不太懂啊。没听过正常，是我家乡的土话，听不懂也正常。你们家乡的话真奇怪，比《山海经》还怪。后面你说的粉圈、打头、应援又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出圈是靠一部剧，剧是什么？他的哭戏很糟糕，但靠颜值出圈，这个出圈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圈都不是，因为我刚刚太困了，困得我都胡言乱语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胡言乱语总能自圆其说。王爷，烧已经退了，天色不早了，赶紧睡吧。王爷醒了。王爷感觉，王爷你的脸，我的脸，痘疹都退了，不过数日，竟然痊愈了。不对，不应该这么快的。什么不对？如果是天花的话，不应该这么快就痊愈了。你的症状更像是水痘，民间又称水花。虽然出痘症状跟天花相似，但是毒性很轻，7天左右就可以痊愈了。那意思是，本王死不了了。死不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大有文章可测了。贵人安好，妹妹珍重。这是叶瑾的笔记。天花一事乃兰贵妃设局，她借此事令端妃失宠。此事之后，她必会独掌后宫，皇后之位与她只有一步之遥。她为人跋扈，若真得势，后宫必定日子难过。我有一计，能助姐姐借势而起，与她分庭抗礼。但此计需赌，成则飞升，败则粉身。不知姐姐可愿一试？
这一笔要用力些。好嘞，今天教的这几个字都学会了吗？娘，我给你背首诗吧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湖州知府云天赐，身为朝廷命官，暗通武王，图谋不轨，证据确凿，即日革职查办，抄家问斩，钦此。我这一生对皇上忠心耿耿，从未有二心。你们这是血口喷人，诬陷忠良！大胆！来人，拿下！老爷，夫人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父亲蒙冤，母亲惨死，罪魁祸首便是兰氏一族，谁都可以做皇后，唯独兰贵妃不可为后。我本就是带着一条命进宫的，何惧一世？若你愿赌，便按照我教你的方法去做，切记谨慎，不要让人抓住把柄。听说城外难民都已妥善安置，城中疫情减缓。如今宫里只剩下端妃和14，并无新染病例。如今他们都已无大碍，总算是熬过去了。多亏了你献上那药方，臣妾不敢居功，全靠皇上运筹帷幄。禀皇上，贵妃娘娘，端妃宫中来人说，端妃娘娘情绪激动，动了胎气。可传了太医？已传了太医，只是听宫女们说，端妃脾气很大，宫人们都很害怕。听说孕妇最忌情绪不稳了。朕先去看看她。一个个都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个的趋炎附势。本宫协理6宫之事，这些东西哪一个不是先经着本宫挑选的？如今他协理6宫，竟然处处给本宫穿小鞋！皇上。皇上，你可算来了，一定要给臣妾做主啊！悍妇！皇上，四喜，你来回走做什么？吵得朕心烦。皇上，是臣妾。惠贵人，
臣妾许久未见到皇上，心中想念，便想着熬些补汤来为皇上宽心。皇上，您这手怎么受伤了？无碍，小伤而已。虽说是小伤，但也伤在龙体啊。四喜公公，劳烦您拿些伤药过来。这。皇上近日忧心山东之事吧？灾情本早已平定，却有人贪墨赈粮，激起民愤，眼下已有数处哗变。竟有此事？听说主事的是端妃之父，他一向谨慎，怎会出此纰漏？此事尚无定论，朕不愿妄下判断。皇上，来喝碗汤吧。皇上好像出痘了，给朕把镜子拿来。妾身方才涂了药，再忍一忍，很快就不痒了。你怎么不蒙上面纱？万一被朕传染，说是能与皇上共苦，也算是臣妾的福气。药煎好了，请皇上服下吧。臣妾来吧。甘草加的多，一点也不苦。朕这一病，倒是看清了人心。惠贵人，你有心了。妾身不过是鲁莽了些。其他姐妹也对皇上忠心一片，只不过不敢打搅皇上休息。惠贵人真是个醇厚之人，妾身只盼皇上能安心养病。只不过，臣妾觉得这场斗争来得蹊跷。哦，何出此言？端妃娘娘因养胎足不出户，却偏偏是第一个感染斗症的，这事儿未免也太巧了。端妃娘娘说她感染天花乃是兰妃摄取，因此一直咒骂兰妃娘娘。司喜，奴才在。给朕彻查此事。这。皇上为何突然要彻查斗症源头？前清宫传来的消息说，皇上染上了斗症，每日痛苦难熬，难免多思所想，觉得斗症流入后宫一事疑点重重。此事虽然我们做得干净，可若严查，难保没有疏漏。
只有死人才会永远保密。你去一趟，该消失的人，就让他永远消失。可端妃曾指名道姓的指证过我们，当时太后和皇上只以为她因憎恨贵妃娘娘才胡乱诬告，万一人死了，岂不是我们嫌疑更大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如果证据落到他们手里，本宫就全完了。如果他们没有证据，就算他们怀疑本宫，也奈何不了本宫。哼，你赶紧去将此事办妥。算算时间，兰贵妃那边应该要行动。王爷，我想请您帮个忙。坐下。靠近一点。可以。我都没说什么呢，你就答应这么痛快？那你，我要是让你去杀个人呢？这是本王的令牌，本王的手下任你差遣。不用，我只是想让您帮我救个人。可以。谢谢王爷。诸位大人可有讨论出什么章程来？皇上这病到底该如何用药？回会贵人，这几日臣等仔细观察了皇上的病情，觉得甚是蹊跷。结合之前端妃娘娘和14王爷的病程，臣等觉得皇上的病并非痘症，不是痘症，又是什么？是类似痘症的另一种病，民间称水花。此病一般能自愈，等烧退了，皇上自然会好起来。臣等已经给皇上开了退烧药，等药煎好，便可服用。水花，他果然料事如神，什么都在他意料之中。你要本王替你救的人，本王已经救了。谢谢王爷。本王的人赶到时，他都已经快不行了。你果真料事如神。凑巧，凑巧而已。过来跟本王用膳。好。今日这碗膳如何？很丰盛。和往日可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今日这糖宝、蒸糕，还有这芙蓉虾，可都不是宫里的菜哦。外面酒楼的？不是，这3样美食啊，是芙蓉镇的特色美食，本王的手下刚刚带回的。芙蓉镇，你手下人真好，出差还回来给你带特产。你不知道芙蓉镇在哪儿？不知道啊。哎，那你知道沈大柱这个人吗？也不知道啊。哦，怎么啦？问这个做什么？没事儿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吧，随便问问。哦，王爷请。14爷如何？不出所料，他根本不是叶锦。王爷，你已经试探过了。芙蓉镇是叶锦的家乡，沈大柱是叶锦的父亲。可本王跟他提起芙蓉镇和沈大柱的时候，
他毫无反应。坏了，马甲掉了，这该怎么解释？谁？哎呀，是我！放手！疼。下去吧，此事交给本王处理。这。行。其实，我是个孤女，被我赤绝户的叔叔卖进了青楼。当时我拼命地跑了出来，但是我没有钱，差点饿死。幸好遇到了选宫女的队伍，那个太监救了我。真正的叶瑾已经病死了，他怕担责，就让我顶叶瑾的名。王爷，我进皇宫纯粹是为了活命。我不可能去刺杀皇上，而且我对太后和王爷没有任何不利。希望王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吧。其实你是不是叶瑾，本王并不在意。那，王爷这是？本王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。什么猜测？你还记得本王给你讲过当朝国师的故事吗？记得。那你知道他的下场吗？不知道，这段小说里没写呀。皇阿玛登基之后，他被群臣弹劾，他承担了皇阿玛登基路上所有的罪孽，最后，他被以妖人的身份处以极刑。啊！天哪！你所有的卷宗，本王都已经销毁，叶瑾的父母也都安排妥当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叶瑾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我自己来，谢谢王爷。皇上，皇上。什么时辰了？怎么天都黑了？已经有时了。太医说您高烧才退，不能再睡，得醒过来动动气血。你这奴才怎么在这里？朕不是让你去彻查斗争源头之事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已经查清了。皇上，先喝药吧。您这几日高烧昏睡，身子要紧，先喝了药啊，再听也不迟。慈禧，你先说着，朕听着就行。可皇上，这惠贵人不必回避，你说便是。是，奴才顺着线索追查，最终查到了内务府总管的李大监。可李大监不在宫中，奴才便派人出去寻他。至于在今朝找到了他的私宅，那个不是寻常奴才住的地方，而是2品大员才能住的大宅。奴才正打算请他回宫，谁想半路有人要暗杀他，他吓破了胆。一听是皇上传召，不等用刑就立马全招了。端妃之事却是人为，而幕后的主谋是兰贵妃。毒妇，狠毒至此，朕要褫夺她的封号，废了她的贵妃之位。慈禧传旨。皇上，此事太后也知情，太后的意思是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处理的不可太过高调。皇上，切莫动气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传旨，兰贵妃性格跋扈，骄纵无礼，藐视皇权，逼宫反省3个月。那个李大监胆大包天，行凶谋害皇嗣，罔顾王密，斩立决。奴才领旨。四喜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
许是我落下了什么东西？可不是，惠贵人，这是落下了天大的恩赏。惠贵人接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贵人钮祜禄氏之惠，德才兼备，勤勉柔顺，雍和翠纯，性行温良，甚为朕心。自养承皇太后慈谕，册封为嫔，钦此。那奴才便向惠嫔娘娘道喜了。从此，这娘娘不只是小主，便是这真正的一宫之主了。娘娘客气了，这不折煞奴才吗？往后还要仰仗四喜公公多多关照。公公若是不收，便是和我见外了。那奴才便谢过娘娘了。